这绝对是我见到过在东南亚雨林里最安全的空中豪宅了。它不仅拥有非常好的视野，最重要的是它还能避开地面上所有野生物种的侵袭。进山采药的阿土兄弟不幸在雨林迷失了方向，他们看到了一棵100米通天的百年古树。二人分析，与其盲目向前，不如在树顶搭建出庇护所。雨林中茂盛的植物长得都一样，很难辨别往哪里走。如果爬上去在树上调整一夜，不仅能保证他们的安全，最重要的是，明天早晨看到太阳，他们就能辨别前进的方向。现在二人开始分工合作，建造梯子，准备爬上去。虽然现在的雨林很安静，但这地方随时都会窜出来野生物种。阿土心想，只要能离开地面，就能保证他们的安全。而且在这种茂密的雨林，湿度非常高，但只要爬上去，离开茂密的丛林，上面的空气不仅凉爽，而且还干燥舒适。此时，乌云遮住了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这地方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此时你所在的地区正在下雨，那你就在评论区里吱一声，或者打出来一个下雨的表情。据说高级的设备打出来的雨滴中间会带有闪电，我的就没有。我想看看谁和我的不一样。为了能更快的在树顶建造树屋，阿土在树干上做出滑轨，这样就能更省力的将原木运上来。材料准备充足之后，弟弟阿水也利用木梯开始向上爬。现在他们要利用刚刚运输上来的原木，在树顶搭建出可以承重1000公斤的空中平台。二人在树顶的分叉处建造出稳固的木头框架，然后再将原木铺在上面，每一处衔接点都被牢牢地固定在了树干上。之后再将提前准备出的木板横竖交错地铺在上面，他们就在雨林的最高处拥有了一个空中的平台。接下来，他们二人开始在平台上搭建木屋。阿水都感觉在平台上面有一些摇晃，但阿土告诉他，轻微的摇晃可以泄出一些风力，这样反而会更安全。由于时间有限，他们必须要在天黑前将庇护所搭建完成。于是二人用了最快速的建造方法，他们先将木屋的墙体框架固定好，之后就开始制作屋顶。此时的乌云上来了，今夜可能还会迎来降雨，他们二人要尽可能在雨水到来之前将屋顶制作完成。这种原木框架围成方形结构之后，所有的木结构都会相互咬合连接，受力时就会越拉越紧，使得整体框架具备非常好的稳定性。他们现在只需要将木板钉在屋顶及侧面，木屋就会很快完成。为了能让屋内有空气流通，他们在木屋的前面留出来2个通风口，这也能当做他们的窗户。最后的这一步非常关键，他们在空中平台的边缘建出来了围栏，这是保证他们安全的平台。就在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小雨，离开了茂密的丛林，现在的雨滴打在身上都是冰冷的。现在雨林的雾气很大，看来今晚很有可能会有更大的雨水降临。不过从最初的迷失方向无处藏身，到现在他们已经在东南亚雨林中的高空拥有了一处非常安全的空中树屋。他们二人完全不再担心地面上会随时出现的野生物种。夜晚即将降临，兄弟二人在天亮之前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平台。现在他们只需要好好休息，等明天太阳出来时辨别方向，他们就能继续出发了。